各位朋友，有一粉丝给我发爆料说：“浩哥，坏了，张维为可能出事儿了啊！”我说咋了？他说呀，海外的反贼们又像你说的一样，他死去的娘亲配阴婚一样的兴奋啊！说这个中国社科院的法学研究所的一位特聘的专家教授批判张维为，这不就是中国官方开始批张教授了吗？这怎么回事啊？这风向要变啊？怎么回事？好家伙，我说你哪儿看见的？你看这不有了吗？中国的媒体上都有了啊，了不得了！我们看看吧，这位何许人也呀？什么法律学者作家周大伟啊？听听他，咱们先听听他先怎么说的吧，好吧？张维为，切忌误国误民。张教授有一次在电视上说呢，美国有规劝一下复旦教授张维为，切忌误国误民。张教授有一次在电视上说呢，美国有超过4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还有1850万人生活在极度贫困的状态。后来一直有人问我说：“周老师，这个事儿是事实吗？”听上去这个数字还挺可怕的，因为毕竟美国呢也就3亿多人。后来的话呢，我出于好奇呢，还真的去查了一下，没想到这个数字还真不是他胡编乱造的，还真的是有这么个说法。据说的张教授呢，曾经长时间在瑞士居住，我以为呢，他对美国的情况呢，应该是一知半解。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问题在于张维为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美国的贫困线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在美国的话呢，低收入标准通常会采用政府制定的叫联邦贫困线来定义。联邦贫困线呢，是由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计算得出来，并且每年呢都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更新，定义了一个家庭在食物、衣服、交通、住所和其他必需品方面所需要的这个最低收入。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2023年发布的美国本土贫困线的标准到底是什么。那么在美国的2023年，如果你是个单身，年收入的少于14580美元，也就相当于84000人民币，也就是每个月1215美元，相当于每个月8800人民币，你在美国呢就属于贫困人口。那么法律规定，如果你们家里在每增加一个人，贫困线呢就往上增加5140块美金。如果你是一个4口之家，年收入少于3万美元，相当于17万人民币，那你这一家人呢，在美国就属于贫困人口。我有一个印象啊，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世界银行就提出了一个贫困线的标准。他说，一个人一天的生活费如果低于1.9美元的，也就是说一个月低于57美元，一年低于700美元，就属于贫困人口。可见的话呢，世界银行提出的这样一个贫困线的标准呢，和美国本土的贫困线标准竟有如此大的鸿沟，是吧？也许有人会说，尽管美国人的贫困线内的这个人口收入并不低，但是美国的物价昂贵，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所以在美国一年挣3万美元的这个4口之家，可能还不如在中国一年挣3万人民币的4口之家生活的好。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还是不能仅仅看到美国贫困人口的现金收入。在美国，如果你要是被归类为贫困人口，你同时的话呢，还可以获得很多来自联邦和州的一些各种福利救济，比如免费的医疗、免费的教育项目、领取免费的这个食品、婴儿的奶粉、尿布，是吧？在公立学校的免费午餐、免费的校车接送等等，这些福利救济对贫困家庭带来的额外收入，有时候比他们的实际收入还要多。所以在美国，低收入的群体呢，不仅可以不交税，而且还可以得到高额的政府福利以及政府的退税补贴。高收入者是美国个人所得税这个纳税的主体。据统计的，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所交纳的税款，每年占美国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60%以上，是美国税收的重要来源。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每年巨大的财政来源，主要是占人口少数的富人交纳的，而不是占纳税总人数绝大部分的普通工薪阶层。古人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因此的话呢，我们要感谢
互联网提供了这么多完整的信息，这样可以呢帮助人们尽可能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和独立思考。这几年的话呢，复旦大学的张教授的身份啊，几乎成了一个公共代言人。遗憾的是呢，他的不少的说法和做法，表面上看他好像是在帮宣传部门的忙，但实际上他帮的是个倒忙，因为他不符合实际和不负责任的一些谎言啊，很容易被真相揭穿，结果呢就会给政府的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由此呢，一些民众在比较中美两国的差距的时候啊，就很容易产生不满情绪的反弹，以及相关的负面舆情。很多事实表明啊，就是说无论是高级黑还是低级红，实际上都是在添乱。中国在外交战线和大外宣领域工作的人们非常辛苦，往往因为张维为的这些不恰当言论，给政府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真的建议张教授今后讲话的时候呢，一定要实事求是，谨言慎行，切不可误导民众。所以粉丝就说：“浩哥，他说的这是真的吗？张教授真的是不了解美国撒谎了吗？或者说是这就是你以前说的，就是中国的这个60、70年代出生的那批人，这老小子是吧，在中国贫困的那个时候啊，出国了一趟，见识到了美国天堂般的繁华，于是呢，他的这个脊椎呢就被抽走了，跪到地下永远站不起来了。他不了解美国，他真正的没有在当代的美国生活过，也没有比较过中美目前的这个差距。这个老小子呢你要说他没出过国，没在美国生活过，也不是这人是干嘛的呢？我们来看看吧。周大伟，男，江苏无锡人，是一位旅美的法律学者。他先后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法学院，并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担任了访问的学者。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教授民商法和知识产权法。周大伟现在是在中美两地从事投资顾问业务、移民中介这是一身份和法律教研工作，担任投资公司的法律顾问、纪录片的独立制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和北京理工大学的兼职教授。他出版了多本的著作，包括《北京往事》和《法治的细节》，并翻译了20世纪美国法律史和美国法律史等书籍这还真不是一个土狗的公知，你知道吗？在美国人家还做移民生意呢，他了解美国那位说，那他说的是美国的事实吗？常看我节目的人都有这个免疫力，都知道这家伙纯粹是胡说八道。为啥呢？就他说的这2点吧。第一点，美国的富人交税多，咱就不用说别的了以前我给大家普及过，美国的这些税几乎都是中产阶级这个辛辛苦苦累死累活的把这个收入交的税，而顶级的富豪从来不交税，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咱就不说别人了，咱就说亲爱的川普国王吧，川普国王交过税吗？是不是富人对吧？他说美国的底层民众是吧，你刨去那种所谓的中美汇率比，人家这个也生活的比中国强，免费的医疗这个事儿咱就不用说了我说过太多次了美国的医疗这等死你尤其是穷人那个，对吧排队去吧，是吧？咱就说美国真实的这种底层的贫困县的民众是怎么生活的你这个因为你不看那个美国的 TikTok 呀你就不知道这个中美小红书的对账是吧，已经对账了很多了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个就是最近在 TikTok 上非常火的一段视频，你就看看这个所谓的周教授是多么的睁眼说瞎话了吧。你们仔细品品If I can make one video go viral, I hope it's this one, because our server at Eaton Park is probably in her 70s. I'm here with my son, and she can hardly walk.
and we heard her tell the table next to us, because they asked why she was still working, that she only makes $910 a month on Social Security, and she has to still work because her bills exceed $910 a month. Any proceeds I get from this video and the TikTok Creator Rewards program, I will come back and give to her. I have $40 in my purse, so that's what I'm going to leave her for a tip. We get a lot of views off this Why? because she's like barely has any money. And what? She can hardly. Yeah. Thank you. You have a great day. Be This safe is out for there. you. We heard you say you can't retire yet, I know. so we gave you a little extra. Thank you. No, I mean, I worked all my life and as a waitress and still can't retire. I'm sorry. I feel so terrible. So does he. Yeah. How old are you? Oh, I shouldn't ask that. Sorry. I'm 18. I'm 81. Oh my goodness. You look grea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And I can still outdo these young whippersnappers. You take care now. Take care and enjoy life because it'll go by you fast. Okay, TikTok, do your thing. Make this video go viral. Please. 81岁的老人家，美国给的社保退休金不够付账单的，每天还得去做服务员，走都快走不动了。这就是为什么来美国旅游的这些中国人看到美国各行各业都有这些60、70岁的老人在服务，甚至有的航空公司的空姐都奔60了，这是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美国的福利好啊，就像这个周大伟说的一样，美国的福利好啊，不用工作，免费医疗，躺家里边领食物就行了，对吧？那位说这家伙不是不了解美国，他在美国做移民生意，这不是瞪眼说瞎话吗？哎，对呀，人家就是为了忽悠中国的那些中产移民美国呀，对吧？就是这家伙不是蠢这家伙是纯坏，你知道吗？就还攻击张维维呢，这是一纯坏那位说怎么中国都现在不是川普都把那个国际开发署的那个狗粮都给断了吗？哎呀，中国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对吧？这种自带狗粮的那个美狗这有的是，这就是其中的一只而已你别看它呢所谓的是个光鲜亮丽成功人士看讲话的小视频文质彬彬，似乎很有学问，但是呢你会发现这货一贯喜欢吹毛求疵，鸡蛋里边挑骨头你就能够感受出来他所谓的黄皮下的一颗纯纯的白瓤心呢。对于周大伟这样高度西化的学者他们的话呢你们可以仔细听仔细琢磨，但他们的观点思想呢，对吧这个未必是符合中国的实际与实践呢。一个法律专业的学者居然玩起了跨界对中国的文化世界文明侃侃而谈，对吧但是呢你不觉得他表现得太自以为是了吗？对吧？对所谓的文化与文明的解释理解是极其的狭隘与片面的。你别看他去美国学习过，他一定会见多识广，也不是他学过什么西方的法律，翻译了2本美国的法律书，他就能理所当然的打通了中西方所有的法律问题，是吧？周大伟是极力否定中国前几千年的文明与文化，极力的鼓吹近200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文明与文化你就会看得出来这是有利益的，即便是没了现在的那个狗粮，它还有利益做移民中介嘛，对不对？他的一些言论确实对一般人很有煽动性、迷惑性，对吧？这个周大伟的这所谓的文化与文明这种解释呢，根本就不清不楚，
啊，明显的不对，是吧？这个，所以说呢，这些在中国自带狗粮的这些美吹的公知，现在还混在中国官方的机构里，哪怕他是个特聘的，明白了吗，各位？那位说了，你说了半天，你也没给我们展示一下中国底层的民众，是吧？那到底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不用我去说，我说呢，又有人说啊，你说的不客观，因为你就是个中吹，你就是个粉红。那咱让美国的博主来看一看中国的底层民众城中村是如何生活的，行不行啊？一位美国博主深入中国贫民窟，不小心揭露了中国一直隐藏起来的真相。尤其他看到这一堆恐怖的东西，有冻猪肉和鸡肉等等，就这样放在地上。一开始有不少外国网友说这才是真实的中国，而看到最后，他们又说这确实才是真实的中国。一位叫 Eric G 的美国博主在外网发了一条标题为“我在中国最大的贫民窟里迷路了”，很快就获得了26万次播放。视频一上来呈现的画面就很震撼人心，超密集的楼间距，走在里面根本分不清是白天还是晚上。一个外卖小哥正骑着电瓶车在跑单，外卖小哥要去的地方同样狭窄黑暗，一众外国网友就替博主的安全担心起来，毕竟在这里很可能会被抢劫。博主转过来就把外国网友整不会了吧？这家店门开着，大米之类的堆在货架上，但店里似乎没人。此时又过来一名骑着自行车的单身女性，博主又拍到了更为恐怖的楼间距，连人都过不去。这下外国网友深信这里就是平民。镜头往上挪，完全是一线天。楼间距离只能安装一台空调，再一转过来，这条巷子光线稍微好点，这么窄的过道里放着3辆电瓶车，博主也是胆大，他非要往这么恐怖的地方走。越往里走，两边停着的电瓶车、自行车就越多。他又看到了一名独自行走的年轻女性，走过来地上并不脏，而且博主转了这么多条过道，虽然这里明明是白天，但昏无天日的样子，可是一切井然有序，不是污水横流、垃圾成堆。外国网友就坐不住了，开启了集体反思模式。视频开头的肉是怎么回事呢？稍后看我给大家读。外国网友的集体反思，很多国家和城市莫名其妙躺枪了。与印度真正的贫民窟相比，这里就像天堂一样。作为一个南美人，我必须说我来自的贫民窟，没有当地的商业和经营企业，服务铺好的街道、自来水管道和电力系统，尤其是空调系统。纽约、新奥尔良、迈阿密、洛杉矶以及美国其他主要城市中心，如果你走进低收入社区，那里的干净程度绝对不会如此之高。中国保持的干净程度令人震惊。在美国贫民窟长大的我，觉得这真是太棒了，如此干净、安全、井然有序。在我住过的贫民窟里，垃圾和污秽随处可见。在我长大的地方，你这样走来走去会危及你的生命。虽然中国的贫民窟可能像迷宫一样拥挤，但这里干净又安全，比印度的贫民窟干净100倍。这些贫民窟比普通的印度街道要好一些。这个中国贫民窟比一些国家的现代城市干净得多，基础设施也更好。我对中国的清洁程度感到惊讶，我以为会看到像海地或者印度那样的贫民窟，这显示了中国真正的进步。谢谢你的视频，先中断一下读粉丝的评论。一位博主饿了，他得先填饱肚子。他路过一家肠粉店，你好，来一个肠粉。肠粉。肉的。要哪种？肉的。肉。好，谢谢。博主点了一份单加肉的肠粉，8元价模表上写着素肠粉，加蛋的6元。博主简单问了店老板几句，他主要想了解工作生活在这种地方怎么样。店老板回答说挺好。我估计很多人都不相信，这是大白天，并不是晚上。听下博主的原话。I believe I do need to just reiterate that it is not nighttime. I didn't cut from the outside day to nighttime. It is daytime still. It is just this dark. 不如继续探索，我也继续读反思评论。从没见过这么干净的贫民窟，如果这就是贫民窟的话，其他国家的贫民窟就叫做下水道了。这些是令人惊叹的。中国贫民窟比旧金山或费城的贫民窟好多了。中国贫民窟没有吸毒者或僵尸，干净整洁，商店和商业活动繁华。我有一天想去中国贫民窟，在美国人们住在街上的帐篷，在大城市里很常见，这还不算太糟糕，这实际上看起来超级干净、安全和方便。如此干净，如此安全，人们如此友好，没有无家可归者，如此多的电动自行车停在外面，完全没有被碰过。伦敦和纽约好多了。博主又走了一会儿，他看到了一家卖手工大馒头的店，他想继续问下老板，在
在这种地方生活做生意的真实情况。我也觉得很好，但是我要了解一下，就是热闹还是方便还是什么？方便？你哪里人？你哪里人？河南人。聊开心了，老板要博主把中国大馒头宣传到外面，博主确实做到了。随着探索的深入，博主就看到了开头那个神奇的事。So this shop got their delivery. They got frozen pork. It's like they got some chicken. A lot of stuff that hopefully will get picked up soon before it starts to spoil. 原来是这家卖猪脚饭的店，还没开门，但货送过来了。老板让送货的把猪肉、鸡米、鸡蛋和其他东西放在门口，等他回来拿。我们觉得很正常的事，但外国网友这不会了啊！你们管这叫贫民窟，真是路不拾遗呀！有人知道博主拍的是什么地方吗？广州的一个城中村。经过实际的中美的对比，大家都知道了吧？哪里都不是天堂，只有贫穷才是地狱。我一直是这么说。可是呢，中国的底层人民，咱就不说这些城中村了，即便是大山里边孤零零的一户，政府也得给他要竖个信号塔，给他修一条水泥路到门口。美国可真没这样的待遇啊！人家张维为教授哪里说错了呢？反倒是这个在美国啊做中介移民的掮客，所谓的自带狗粮的这种美吹周大伟，在中国会越来越没有市场，那些聘请他的机构，你们也会声誉扫地的。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